台币不到400元就可以享受在沙滩上面骑马，超梦幻的宫崎骏小火车，世界好吃的槟城在地早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Vita，我这是刚刚是破音吗？我终于到槟城了，我真的是无法掩饰我内心的激动。大家有看前几支影片的话，应该知道，就是因为我遇到了 delay， 所以我好不容易，终于抵达槟城。因为呢，我真的很喜欢槟城。我之前在新加坡工作的时候，我就来过槟城好几次，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自己一个人来过。我其实一直都很想要体验骑脚踏车玩槟城这件事情。点到点之间搭公车非常的方便。那公车的部分的话，是上车的时候给公车司机看说你要搭到哪一站，他就会再跟你说这次的车资会是多少，那你再直接付现金就可以了。但是它的重点就是它是不找零的。那我昨天抵达槟城的方式是从吉隆坡搭巴士过来，不过如果一般是搭飞机过来的话呢，从机场出来也是有网卡跟电话卡可以买。那从机场到乔治市呢，可以搭公车，也可以搭计程车。我刚一早先抵达的时候，我就先直奔去我最喜欢的早餐店，我真的超喜欢那间早餐店的，那一间的 Roti Prata 也很好吃。但是我今天因为只有我自己一个人，我没办法拒绝它的咖喱起司烤面包，所以我今天还是点了我的最爱咖喱起司烤面包，真的超好吃。它就在多村餐室的附近，所以如果大家没有吃到多村的话，也可以去吃这一间，这间真的很好吃哦。然后我刚刚先回来我住的地方放完行李，我今天住的地方呢离乔治镇有一点点远，因为明天我要搭公车去升旗山，所以我就住了离站牌比较近的饭店，然后明天一早才有办法去升旗山看日出，所以我现在要先搭公车去乔治镇，然后到乔治镇的时候就可以去接脚踏车了，走吧，也可以走路去啊，但有点远。乔治镇啊，因为受到多方文化的影响，除了街道充满传统的小镇氛围之外呢，也可以看到受到很多华人啊、印度以及欧洲马来人的不同文化结合的建筑。在这边可以算是槟城版的9份老街，走一整天也都觉得很舒服。我正爱做这个，因为其实我很想要去做 tattoo， 但是我不敢，因为我害怕痛了。然后它这个画做超快的，这个1分钟就好了。如果有跟我一样喜欢文创的东西或是手账类的东西的话，千万不可以错过这间生活馆。然后它店内有超多文创小物的。它这里的话呢，可以做自己的手账，就是这些外壳你可以自己选择，绑的那一条也可以自己选，它有很多的颜色。内页的话也可以自己选择你自己喜欢的，想要放在手账里面的。那也有不是素面的 cover， 就是长得像这样，超级好看。然后只要有买外壳加内层的话，它这个上面免费帮你刻上你自己的专属的名字。名字的颜色有3种，是玫瑰金、金色跟银色。想在槟城借脚踏车其实非常的简单，可以下载 LinkBike 的 App， 然后它的方式呢就跟台湾的共享脚踏车是一样的操作方法。付费的方式的话，可以直接绑卡直接付款。在壁画街的小印度呢，非常推荐来走走。结合娘惹风格的壁画街真的超级特别的。然后在小印度的旁边啊，娘惹博物馆是我非常喜欢的景点之一，很好拍照打卡的完美景点。这边简单跟大家科普一下，娘惹就是马来人跟华人文化的结合。娘惹博物馆呢，每天都有开放固定时间的馆内导览，有英文版的也有中文版的，有兴趣的大家呢要自己注意留意时间哦。我好喜欢这种色彩多元又华丽的组合，娘惹食物也是世界好吃。乔治市呢也有很多姓氏桥的集合，甚至是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。那信州桥啊，因为电影的取景还有其他种种的因素，所以被观光客列为必须要来踩点的地方，包括我自己也是。
但其实我呢比较推荐的是隔壁的信诚桥，因为我姓陈，不是啦，是因为说相较之下人潮比较不多，而且还有古早味必吃的虾煎。之前来槟城啊，有挑战过用台语旅游，时隔多年，我相信台语旅游还是会通的啦。福建话会使吗？这内底是啥？虾饼哦，叫虾饼，我们叫虾饼哦。安尼偌济5块半。？5块半。来马来西亚一定要吃虾饼，它那个虾饼里面是真的有虾的虾饼，就跟台湾在渔港吃到的那种有一点点像。那个 sauce， 那个 spicy sauce 就有点酸酸甜甜这样，哇，超好吃的，好吧。它有点像肉卷，然后就是中间是真的肉。豆花哦，豆瓜，萝卜内底是虾米吧？推吧。推吧。哦，台湾的啦。你知道台湾人吗？讲华语的时候就是 K 二。要一杯哈不嘿，来这一啊。内底吗？为了明天早上要去升旗山看日出呢，今天就早早回去饭店里面休息。这次住的饭店啊，干干净净，但是隔音非常的不好，所以在这边就没有推荐啦。哦，对，我跟你们说，昨天晚上啊，其实因为今天早上要早起嘛，所以我昨天晚上啊，其实很早就回去休息了。然后我本来就想说，昨天的晚餐我就随便吃吃就好，我就也没有要特别记录。就没想到饭店柜台人员推荐我一间在地人才知道的肉骨茶。那因为走路过去要半个小时，所以我后来叫 Grab 超便宜的，来回好像才10块马币而已吧。结果这间超级惊人，世界好吃。我后来呢点了干的肉骨茶，干的肉骨茶会比较重咸一点，辣味也会比较重，还有点一碗芋头饭，那一样会附一碗汤，重点是这汤一样是药材汤，而且还可以一直续，超级赞！我大概喝了3碗吧。它的干肉骨茶软嫩到我真的不会讲，这个猪根本还没有学会走路。那它的大肠呢是很像基隆大肠圈一样，它里面是一层一层一层的那种大肠，是超级好吃的。所以我昨天晚上意外的吃的非常的满足。排队的地方是这边，可以看到很早，大家有些人都搭车上来，搭电车上来其实也蛮便宜的。我觉得这边的日出啊，追的比较有成就感，也比较容易追，因为天气通常都蛮好的，所以看到日出的机会就会很高。而且这边可以同时看到山景跟海景，超赞！天哪！因为今天天气算蛮好的，所以还可以看到一些槟城的市景。现在做完日出之后呢，我打算在山上晃一下，然后等一下再下山去吃早餐。那因为等一下早餐会去传统市场吃，那我会再另外拍额外的另外一支影片，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再去那支影片看，因为大吃一顿。来槟城没有胖个5公斤就不算有来吧。升旗山上面真的是太舒服了，而且很漂亮，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哎！早上来的这个景色超美的，哦，我的天啊！我刚刚在这个步道里面这样走着走着，才发现说这里有咖啡厅哎，在超级原始森林里面，好像可以来一杯哦。进来之后才发现，这是升旗山上面非常有名的完美咖啡厅。看完日出之后啊，乘着阳光，喝着咖啡，享受着手工蛋糕，超级惬意的。
这边的咖啡呢给的很霸气，是直接给你一大壶的摩卡壶。哇！这是后面不一样的体验哦。超级推荐小火车在白天的时候来搭，一定要记得搭头或者是尾，好好欣赏这个风景，超美的，是不是超像宫崎骏电影的？在升旗山的山脚下呢，可以顺道来极乐寺。其实极乐寺附近有一间我超爱的阿萨姆拉萨，可是在疫情期间它倒闭了。来极乐寺的感觉啊，就像外国人会来去龙山寺的感觉是一样的。大家来比拼一下各个国家的庙宇特色啦。仰望看着极乐寺这么高耸，是不是都腿软了？但是不用担心，这边呢也是有像小火车一样，会直接送大家上山。我发现槟城人很好哎，只要往高山走，几乎都有缆车或者是小火车。在上山的路途上啊，我遇到了一群非常热情的马来西亚旅游团的姐姐们，不仅拉着我一起玩，还一直想要让我成为大马媳妇。然后你2个儿子啊，一个小的，一个大的。哦，有没有下了？还没，还有2个儿子。你有2个儿子还没娶，是不是？拉萨我请。拉萨，你们等一下要吃拉萨吗？你们等一下要吃拉萨吗？哦，要吃午餐。来，我们请年轻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安迪哪一次讲话讲假的？我真的就这样坐下来吃阿萨姆拉萨了。酸酸辣辣，味道非常够味的阿萨姆拉萨是很经典的一道娘惹菜。汤底的鱼味啊，我真的是爱到不行。那我今天晚上呢要来的地方是 Badu 的 Beach， 这边的话要从 Hotel 这边穿越过来的，所以说我就勇敢的穿越过来吧。来的路上呢可以搭101号公车到，那101号呢是在槟城上面非常漂亮的沿海公路，所以大家在搭公车的时候记得要往外看，看一下那个绝美海线，真的非常的漂亮。然后来这个沙滩呢，可以来看夕阳。只是今天因为刚好天气没有太好，所以没有看到夕阳，但还是很漂亮，真的还是很漂亮。巴都这一带其实有一点像度假区，不过这边的食物我就没有非常的推荐，因为毕竟是度假区。沿着101号线呢，其实有蛮多的其他的景点，例如像水上清真寺等等的话，我也会一起过去，可以推荐给大家，可以来这一区。我今天穿这双拖鞋是我前2天在 KL 买的，我超喜欢的，你们看它是不是超可爱的？哦，对，然后如果喜欢骑马的人的话，可以顺便来这边骑马，可以体验一下。它还会带沙滩走马，而且非常的便宜，走1圈好像才50马币，然后如果单拍照的话是20马币。啊，it's okay, no problem. It's okay. Okay. My friend, hold on, slow, slowly. Slow. You ready? Sorry, horse. Here? Oh. 最后回市区的路上啊，还是停在了水上清真寺下来看一下夜景。网络上也蛮多人讲说夜景也很漂亮，但我个人还是觉得白天来比较美啦。疫情之后的槟城还是一样好好玩啊，而且依旧人情味满满，一个人玩也是非常的悠闲自在啊。还是我真的留下来当大马媳妇算了。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
好哦，女孩子就是这样，自己找得到来哦。是啊，是啊，女孩子要这样，对对对对对像你就是要去哪里都可以哦。去。